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咱们今天来讲一讲中国的婚姻问题。我相信我的观众朋友们也有很多是没结婚的啊，结婚的朋友们也可以看看今天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呢，探讨的问题比较有深度啊，标题你们也看了，内衣买小了，女方拒绝接亲，引爆中国婚姻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起因是在贵州农村有这么一个婚嫁习俗，就是叫做从头礼。女方嫁到男方家，男方要从头到脚给女方准备一身装扮。按照常理来说，应该是女方和男方一起去买，但是呢，男方家里面的人呢，就特意将内衣买小了。这种寓意就是说，女方嫁到男方家就是要小心做人，小心做事儿，给女方穿小鞋的意思。那照女方的说法呢，就是男方家在女方双方领证的第二天就有态度上的转变。女方对内衣买小了很在意，男方却说你要么穿旧的来，要么就穿小的，想重新买没门儿，买不到。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经过，最近在网上吵的是沸沸扬扬的呀。这件事呢，也一跃的成为了现在的热门讨论话题。那就这件事情的评论也分成了两个阵营，有站在女方的指责男方处事不周，婆家做事太过了，也有站在男方的阵营，就嚷嚷着让女方退彩礼，骂女方咄咄逼人，说女方收了这么多的钱，穿个小内衣又怎么样了嘛？说这样的女人根本嫁不出去，还好没娶，等等等等。似曾相识，在不久前呢，有一个年轻美女和一个中年大叔在一起2年了以后，被要求返还85万。这个事情在当时的网上也吵的是沸沸扬扬，无非就是骂这个女的拜金，贪图人家的钱财，活该。记得当时的舆论导向多半是在指责那个女生的，但也有少数人说这个中年的油腻男人凭借着法律的漏洞想白嫖。总之呢，近年来的关于婚姻都是围绕着彩礼钱这个词儿闹出了不少的矛盾，成为了网络的热点。2021年民法典现在明确了规定，婚姻不准索要彩礼。于是呢，彩礼这个词儿更加成为了今年的风口浪尖的话题。民法典关于这个问题的规定啊，说明了上层是不希望彩礼成为婚姻的阻碍，知道了吗？国家的这些官员不希望因为彩礼的问题影响结婚，进而影响生育率。要知道，现在网络上你想要成为热门话题，没有党给你流量根本是不可能的，对吧？那么党现在故意放出来这些男方女方因为钱的事情啊，炒成热点给你讨论，就说明他想要让你去炒，要你花精力去炒这个事情。于是呢，又是新的一轮的发动群众斗群众，让你们自己炒，没钱也要结婚，没钱也要嫁。男人要是不娶媳妇儿生娃的话，那家里就要断了香火，对吧？这是丢了祖宗脸面的事情。女人要是在适合结婚的年龄没有结婚，没有嫁人，没有生小孩的话，那就是剩女，那就会孤独终老。一个老女人很难嫁出去，对吧？往上数人家有富婆，往下数人家有年轻漂亮的，就是这种大龄剩女有时候比较尴尬。再加上如果大龄剩女没有办法成为富婆阶层的话，那往往比较悲剧，对不对？年龄再大一点就会错过最佳生育年龄，导致这个断子绝孙，对吧？于是乎，男人骂女人势利拜金，贪图钱财，趁着年轻还想在这里挑，等年纪大一点只有别人挑你的份儿。女人呢，骂男人没能力，窝囊，还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没有上进心。于是呢，把所有的错误都归结到女人身上。总之呢，关于男女性别谁多谁少的这个事情啊，吵来吵去很难吵出来个结果。说到这儿啊，我们来看一下婚姻法在夫妻两人财产上分割的一个演变。
一开始呢，只要两个人领了证，所有的财产都是夫妻共同财产，然后呢，就变成了两个人领了证以后，满7年才是所有的财产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之后才有平分的权利。再到然后呢，就是写明了婚后财产才是两个人的共同财产。到了现在，直接变成了差不多就是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啊，互不牵扯。那面具人，我想这样的一个演变，肯定是因为老领导们被原配或者小三坑钱坑得多了，于是呢，他们不得已才这么频繁的进行修改法律，保障自己以后不会被婚姻坑钱，对吧？哈哈，好吧，这是题外话。这期面具人我主要想说的就是，在这种网络上党给你流量的话题讨论，不应该说是争吵啊，就算是讨论。大家发现没有，火力主要集中在底层之间的互相攻击，相互发泄着内心的愤愤不平。你们要知道，党给不给你流量的话题啊，党给你流量你就能看到，党不给你流量你连一个字儿都不会看到。那这个时期国家躲在后面让老百姓互相攻击，这算什么？大家是不是也有人看到说，国外的西方女人有多么多么的独立，从来都没有要彩礼这么一说啊，大家都是 AA 制。你看洋妞长得大长腿大白腿，金发碧眼的，还不要钱，对吧？就只有中国的这个女的长得不好看还要彩礼这么一说。拿西方女人和中方女人比较啊，你就只能拿出来这一点来说。但是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时候啊，从来没有人说上一嘴西方对女人在婚姻生育上的福利保障，整个舆论的导向就没有一句话是在指责国家在妇女生育这方面保障做得不周全。这是不是很可笑？反正千错万错都是草民的错，国家没有错，国家做什么都是对的啊。其实重点为什么要彩礼？对于现在的婚姻来说啊，双方开明的父母要彩礼的目的，无非就是相当于对俩夫妻未来组建家庭的一个经济上的馈赠或者保障。极端一点的呢，就是女方家里有哥哥或者有弟弟想要娶媳妇儿，这个大家都懂的啊，利用一下姐姐或者妹妹，搞一点钱，给家里面进行一点补贴。毕竟嘛，他的哥哥或者弟弟以后娶媳妇儿也要给彩礼，于是呢，就形成了一环套一环的这么一个生态圈儿，对不对？伏地魔这个词儿在网络上也是红了好长一段时间，对吧？占这个兄弟姐妹的便宜嘛，对吧？总的来说呢，彩礼也就是一种经济上的保障，合理的彩礼是根据当地实际状况来定的。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面啊，这个事情是无可厚非的，毕竟你要尊重一个地方的习俗嘛。既然现在民法典里面规定禁止要彩礼，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就这个事情来说一说。每一个中国人呀，打从出生到归西，他面临着医疗、教育、工作、子女，包括这个养老，对吧？大家都在都市圈中循环往复的上下班生活，并且呢，挣不到几个钱，还要面临着房贷、养老、医疗、养孩子、补习班，巨大的压力。于是呢，这些压力透支着所有人的精力，包括你给国家上交各种各样的税。那面具人，我在澳洲这边啊，没有什么这样的税那样的税。中国是万税国，不代表别的国家是万税国。在澳洲这边交税是根据你的收入来交税的，你赚得多交得多，赚得少交得少啊。你想过好的生活，你就多交税，你就多赚钱，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分配方式。不像中国有各种各样你数不清你记不清的税，对不对？你给国家上交着各种各样名目的税，可是呢，我们却没有任何权利去知道我们的税款用在了哪里。医疗、教育产业化，工作你只要不是体制内的，你都几乎没有任何保障。
你即使进了正规公司，交了五险一金，你想要得到的所谓教育医疗上的保障也是十分艰难的，条件也是十分苛刻的啊，什么转正不转正啊，什么评职级呀，对吧？包括各个医院啊，医疗报销的各种门槛。教育打着9年义务的名头，你想要孩子得到较好的教育条件，你就必须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花大价钱把你的孩子什么择校费呀、赞助费呀、找关系呀、走后门呀送到那些好学校，对吧？包括结婚生子、子女养育父母、养老等等问题啊，所有的一切啊，都不是国家的问题，都是你个人的问题。于是呢，在这么一个环境下啊，就没有一个人真正会有所谓的安全感，特别是要为了维护儒家思想的顺位顺从的理念。即便是在现在啊，整个社会舆论的导向依然是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要以为那个时代古代的封建思想真的过去了，看看我们现时代遭受的2大痛苦，一个是感情和婚姻带来的，一个是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各种控制。要么就是把你当作情绪的垃圾桶，无休无止的索取和抱怨，加上精神上的折磨和经济上的压榨，就这样，我们多数人都是惶惶不可终日的还在底层互害。但是呢，我们深陷在其中的同时，又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原因，也找不到自我救赎的方法。打从我们出生的开始啊，在这个中国的奴性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啊，到今天这个大环境，中国绝大部分父母与孩子啊，父母对于孩子都是抱着功利心态去的。由于没有社会的保障，中国式的父母都是抱着投资和收割的心态去养育自己的孩子，也就是绝大多数的中国式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的每一份付出都是在增大自己的养育成本。然而呢，这个养育成本随着时间的叠加，它的成本越高，投资越高，它的期待也就越高。它的期待高了以后，等孩子成年以后，他根本不会放手。打从孩子的出生，两夫妻的生活，全方位都是围绕着孩子展开的。在小孩子成年之后，这些全部都是有要求回报的，因为没有养老保障嘛，对吧？只能靠孩子。孩子怎么办？孩子嫁得好不好，娶得好不好，完全决定了这个老人他以后的未来的生活水平嘛，对不对？那越是底层的父母，在经济上要求回报的渴望也就会越大。同时呢，有一部分父母他要求的不是钱，他是要你乖，让你听话，要你顺从，要你陪伴，要你养老，乃至是要你在择偶选择事业上也要听父母的这个命令，还不能算建议。建议你可以拒绝，命令你是不能拒绝的，对吧？中国式的抱着投资心态的去养育孩子的父母是绝对做不到优雅和宽容的，他们是绝对做不到从孩子的生活中退出来的。于是呢，就造成了今天这么一个父母与孩子纠缠不清，婆媳关系难分难解，岳父母与女婿关系也是非常复杂，甚至是对立的，等等等等。千百年的儒家思想灌输了你多少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父母恩情大过天，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等等等等的精神枷锁，使得一个人成为了另外一个人的附属品，从道德和血缘上形成主从关系。儒家思想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需要子女对待父母像对待皇帝一样，不容许反抗，不容许忤逆，对吧？父母所有的一切都是对的，父母对孩子有绝对的处置权，孩子如同私有财产，父母绝对正确，不容置疑。这种主流灌输的思想，让我们不知道这个世上啊，任何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人际关系链接。健康亲密的人际关系靠的是爱和理解，而爱是相互交流流动的。你父母爱你，你自然会爱你的父母，对吧？而那种需要的就是
外界某种理念来给你施加压力，用道德故意去束缚你，让你屈服的亲情啊，其实呢，你们之间没有爱，只有依靠血缘关系捆绑的这个顺从和利益，懂了吗？那中式家庭就是这样，看似亲密无间，其实呢，大家都是互相捆绑，相互压榨。压榨什么？压榨利益呀，对不对？你们仔细想想嘛，啊，中国的这些亲情关系看起来很坚固，但是呢，为了什么继承房子呀，夫妻之间呀，可以共患难，不能共享福，这种事情太多了，对不对？这都是人性，所以呢，没必要把人性披上一个什么道德的枷锁，知道吧？你只有直面人性的丑陋，你才能知道你如何去改善它，而不是说用伪善的外皮去给它粉饰。君为臣纲，父为妻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秩序井然，顺位压制，对吧？所以呢，社会的舆论需要在婚姻上加上这些层层的束缚，引导着我们日夜不休的互相争吵，相互攻击，并且呢，你看抖音上面各种各样挑拨家庭矛盾的煽动女的瞧不起男的，煽动男的瞧不起女的，对吧？为的就是让我们在深陷其中的同时，又不知道这中间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底层就是这样消耗着生命力，对金字塔顶层的大人们贡献着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却全然不知。这就是发动群众斗群众的精髓。那在舆论引导上，大家全然忘记了很多问题其实都是政府的问题。假如在福利保障上，女人不会因为结婚怀孕而丢掉工作，孩子出生后不会因为没钱买奶粉而饿肚子，小孩在读书上没有那么多的潜在收费，不会害怕生病了没钱上医院看病，对吧？他们不会害怕因为丈夫抛弃而没有容身之地，这样才会让女人有真正的安全感。同样呢，对于男人来说，整个社会道德的提升，尤其是女人道德的提升让男人也要有安全感，对吧？女人不会说是奔着骗钱来去搞男人的，是不是所以呢，大家都好，大家都才能有安全感，并不是说让大家在互相的穷凶极恶当中互相吞噬，越来越恶。但是呢，党却在这个时候偷偷的躲了起来，看着你们互相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呢，他在上面还是拿着一把大镰刀在割着你们底层，一茬一茬的割韭菜。然后呢，大义凛然地推出了民法典，禁止索要彩礼这种恶习，大快人心。但是呢，底层该要还是要，并且呢，民法典这个东西可能会成为底层吵架矛盾的导火索。咱俩有没有感情？我跟你讲感情，你给我讲法。好呀，看来是你不爱我，对不对？你不让我要彩礼。这些事情呢，以后呀还会在民间上演，对吧？而且呢，一毛不拔的人还多得很，大家都不想掏钱，并且呢，一毛不拔的人更多的是大家还想问对方要钱，是吧？你要的不是爱，你要的是钱。当然了，对于这些红色贵族们来说，钱怎么可能给屁民做福利保障呢？对吧？钱是需要用在国际上大撒币的，还有供给贵族们享乐，以及作为维稳屁民的这个维稳经费的。贵族们深深的知道，底层穷人只有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安全感的情况下，才会源源不断的贡献着自己仅存的那些劳动力价值，来挣扎于生死之间，为的就是活下去，为的就是传宗接代，对吧？足够的穷人数量才能保证贵族们的生活质量。所以呢，其实呀，当权者们根本不希望底层真正过得好，生活富足只会使人懒惰，没有办法生产过多的这个劳动价值。
因为你有钱了，你也不想工作嘛，对不对？但是人家红色贵族也有钱，人家也不想工作，但是人家比你有权呀，人家比你有脑子呀，对不对？所以呢，底层的屁民呀，可不要骂来骂去了，你们真的应该仔细的思考一下，这个社会的好与坏究竟取决于谁？政府有责任，难道你没责任吗？你想不想改变呢？你想改变，你能在多大范围内、多大程度上改变呢？对吧？提高自己的生活工作技能，努力的让自己能够参加社会劳动，创造你个人的价值，进一步的实现你的经济独立，对吧？那你经济独立了以后，你想在这个粪坑里面继续奋斗，或者说是你认为你能够做更好的人，你觉得更有爱更温暖的社会更适合你，你觉得你准备好了，你本人也是一个有爱温暖的人，你是一个好人，那你也可以移民呀，出国呀，对吧？包括女人啊，女人经济独立必然不会因为所谓的彩礼而选择大动干戈，除非你贪那一份，对吧？你有钱了，对吧？你能赚钱，你何必贪那一点点呢？是不是？当然了，有些人呢会觉得，哎呀，这个彩礼不要白不要，以后国家社会压力越来越大，我不想办法弄一点怎么办？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跟这个男人结婚，你们两个家庭的命运就等于链接到一块了。别说两个家庭，至少你们两个人的命运是链接到一块的。他的钱弄到你这儿了，你的钱弄到他这儿了，那你们俩的经济都崩溃了，这日子要不要过下去呢？对吧？同样的，男人如果有钱了，也不会为一点点什么彩礼呀、民俗呀，吵得不可开交，对不对？大家怎么就不明白这些简单的道理呢？互相谅解一下。大家不明白为什么？因为大家底层都是不明智的，都是笨的，并且呢，由此也可见舆论的威力有多大，既可以让人捂上耳朵，也可以蒙上别人的双眼。在这个舆论垄断的时代里啊，作为屁民，大家更应该睁开自己的双眼，使自己听见真实的声音，不要被舆论这种无形的大手玩弄于股掌之间。尤其是看咱面具人频道的人啊，你能想明白这些道理，你也知道该如何提升自己，你也知道很多玩法会让人民变得越来越恶，那你就应该努力的去传播善念，对不对？千百年来，底层的屁民的苦难已经够沉重了，统治阶级这一招发动群众斗群众，却是屡试不爽。屁民们呢，也是纷纷的响应，在这种互相斗争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相互绑架，相互压榨，相互践踏，就像锅里的螃蟹，你扯着我，我扯着你，最后呢，却一起的被煮在一个热锅里。我们就是在这么样一个环境下，人人自危，很难构建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儒家思想渗透着我们的家庭观念，俨然成为了维稳工具。我们人人参与维稳，却人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底层的中式家庭的小孩在成年之后很难实现阶级跨越，经济压榨让他举步维艰，别说是有所发展，一次失业都可能让他这一辈子都毁了，知道吗？一次选择了不恰当的工作，就让他这一辈子抬不起头的人太多了。道德的捆绑，血缘的制约，在他20出头，你就要他结婚生子，继承香火，为所谓的彩礼、买房买车耗尽自己的精力，甚至呢，有些人会选择铤而走险。然后呢，钱没弄到，父母也老了，日子也过不下去了，怎么办？继续这一轮新的苦难，勉勉强强的把日子过下来了，举步维艰，再生孩子，孩子因为这个家庭环境、父母的思想，包括财力的问题，各种各样又继续往下延续，就这样一轮一轮的循环。可是呢，上面这些红色贵族，他们是跳出这个循环之外的。
咱们不停的在这个车轮循环中给他们创造劳动力。所以说呢，这一切啊，哪里是彩礼的问题，哪里是这个结婚你要多少钱我给不给的问题。你放眼望去啊，一个以血缘为单位的家庭啊，都是畸形的道德牵扯，相互绑架捆绑，不死不休。你说彩礼会不会让人变得更好啊？面具人，我告诉你，我的婚姻当中没有这个彩礼啊。我结婚的时候很贫穷，我甚至快混不下去了。我结了婚以后，我在国内啊，才真正的开始走上坡路。我的妻子在经济上帮助我很多啊。那当然了，我也个人能力不差，也确实是铸造了很多辉煌。那在国内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对吧？那人嘛，有高峰就有低谷，有低谷就有高峰。那我在国内生意呀、事业呀也有受挫的时候。当然了，我们两个现在还依然在一起啊，我们投向了自由民主的怀抱，对不对？你说这些东西是彩礼能决定的吗？你想不明白，中国人千百年来啊就是这样，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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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无休无止的为帝国统治者啊谄媚啊舔屁眼，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对吧？他们是无私的为统治者贡献着自己的血汗，深陷其中，却又不知道为何，反而呢把怒火发泄给与自己平层的人，或者是比他更弱的人。在家庭中呢，总之孝顺就对了，总之听话就对了。中国人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这么的不正常，要么你顺从我，要么我顺从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在这种要么你顺从我，要么你就是大逆不道的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嘛。你让他这种脑子能理解什么新鲜的东西呢？对吧？并且呢，面具人，我觉得这种东西啊还在加剧。中国的洗脑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跑吧，